朋友你好，我是雪莉，欢迎收看《我是大观园》。说到白日飞升，大家可能会觉得，嘿，这种事情只是在神话故事里面出现罢了，在正史里面呢，那根本是闻所未闻。其实啊，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还真有一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白日飞升了。这件事情是被官方承认记载在正史里面的，它发生在大唐，距今不过1000多年。公元794年11月，大唐帝国炸开了锅。皇帝唐德宗听到之后被吓了一跳，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啊，就在12号那天，在四川南充，那时叫果州，年仅27岁的女道士谢自然，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白日飞升了。这可不是特效，也不是幻觉，是好几千人亲眼看见了的。而且呢，在她飞升之前，还在墙上留下了52个字。是什么字呢？我们在最后会说。故事啊，还是从头讲起吧。谢自然祖籍山东，后来搬到了四川南充。他的父亲叫谢环，曾任秘书省校书郎，相当于国家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吧。母亲徐氏出身当地的豪门望族。谢自然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从小就吃素，从来也不碰荤腥。7岁的时候，母亲让她跟随2位尼姑学佛，但是呢，都不到1年，这小姑娘就跑回家了。原来啊，她是喜欢修道。谢自然的家在大方山下，山顶有一个太上老君的古像。有一天，她上山拜了拜，就想着，我不走了，我就住这儿了。母亲顺着她，于是她就搬到山顶去住了，天天读《道德经》和黄庭那篇。14岁那年，她开始粒米不进，只吃百叶，每天吃1只。到了20岁，连百叶也不吃了。22岁的时候，更是连水也不喝了。这个期间，他还拜见了著名的道士程太虚，从他那里得到了一本5000字的《紫灵宝录》。程太虚中过进士，担任过知县，后来隐居修道。他道行精深，享寿193岁，后来被宋仁宗封为道济太师。谢自然的父亲谢环是个儒士，非常的正统。他在外面游历了好几年，回到家中一看，咦，家里怎么多了个道士？而且这修道的女儿竟然连饭都不吃了，不禁大发雷霆。我家世代儒风，一切不是儒家的都不是正道，怎么除了你这么个妖孽？话音未落，就把女儿关进了小黑屋。哼，我看你还作妖不？但万万没想到的是，40多天过去了，女儿愣是啥也没吃，却变得更加清新脱俗。老爸彻底傻眼了，三观碎了一地。之后啊，在有关谢自然的记录中，再也没见他有任何一句话。下面我们插入一条工商广告。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可能也喜欢看史诗大片或者是历史纪录片吧。但是我们发现啊，像 Netflix、Disney Plus 等许多流媒体平台，都是给不同的国家提供不同的节目。即使是付费观看，实际上还有数千部节目你是看不到的。但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帮到您，那就是改变您的在线位置。ExpressVPN 能帮助改变您所处的网络位置。您可以从超过100个国家中选择您想去的地方，这样您不需要再额外的花钱，就可以追剧和看自己喜欢的大片了。举个简单的例子， Russia with Cash 这部纪录片揭露了俄罗斯政客的腐败及其对伦敦房价的影响，但它只能在英国观看。我们用 ExpressVPN 把网络地址换成英国，就可以正常观看了。如果你也想像我一样观看更多节目，省钱并保证网络安全，强烈建议您使用 ExpressVPN。我们现在与他们合作，为大家提供了特别的节日优惠。您可以点击视频下方我的专属链接 expressvpn.com/culturehistory，
就可以获得额外3个月免费使用的节日特别优惠。贞元6年4月，谢自然23岁的时候，果州刺史韩毅上任了。听到民间盛传谢自然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心想：哼，这是在装神弄鬼、妖言惑众，这还了得？他决定来一场打假，揭穿骗局，清除妖孽，同时呢，为自己的风评和政绩添砖加瓦。说干就干，他立刻下令把谢自然给抓了起来，关进州所的北堂东阁里，别说食物，水都不给一滴，派人严密监视，想看看不吃不喝这丫头能撑多久。哪知几天过去了，谢自然滴水未进，却一切如常。刺史心里泛起了嘀咕，几周过去了，刺史如坐针毡。哎呀，这是什么情况呀？难道他真的是不食人间烟火吗？那我不是在冤枉一位得道高人吗？这要是真的，我这老脸还往哪儿放呢？不行，一定要继续仔细观察，不可有一丝疏忽，当了冤大头。日子一天天的过去，韩毅一天比一天的焦虑，晚上翻来覆去，成了失眠专业户。几个月过去了，被关押的谢自然还活得好好的。韩毅从来没有这么迫切的希望时间能够倒流。最终，韩毅深呼一口气，决定摆出高姿态。这一天，他率领全家老小来到州所的北堂东阁。哗啦啦，随着沉重的铁锁打开，谢自然终于走出了牢笼，门口是韩毅一家老小的豪华阵容。显然这是一种赔礼道歉的姿态。韩毅看见谢自然，心中不禁赞叹，这姑娘的皮肤还是那么好，说话还是那么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这可是真正的高人啊。然后呢，他好像就突然开窍了，让自己的女儿韩自明拜谢自然为师，韩家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道士。1年半过去了，谢自然24岁的时候，韩毅亲自来到大方山，专门设置了一个坛台，请来程太虚念3洞录，请谢自然移居到州郡的城郊居住。贞元9年，刺史李坚继任，这位刺史也喜欢修道。谢自然那个时候26岁，对李坚说：“我住在城郊不方便，更喜欢有山水的地方住。”李坚就在金泉山为他修建了一座精舍，让他能在那里继续修行。谢自然的精舍哪里是女子的闺房啊，简直就是藏龙卧虎之地。不知道哪里来的2只老虎，像忠诚的宠物一样跟着他，见到有人来就哧溜一下没影了。还有2条长蛇盘踞不走。谢自然偶尔也对人抱怨室内的空气不好，还不小心一下子就踩到蛇的身上，弄得脚底凉飕飕的。他的父母也不敢随便进他的屋子。除了这些特殊的室友，谢自然还声称有8个天使和2个青衣童子常常陪伴他。另外呢，还有2个天神在他的门口站岗，长得就像门神似的。他一外出，这些神灵就会变成他的护卫队，驱邪护身。他说有一个叫陈寿的山神，原是魏晋时代的人，说谢自然将获得一个东极真人的头衔，这也真够稀奇的。不过想想他父亲和刺史韩毅所经历的打假失败这些话也不太可能是瞎编的吧。根据《太平广记》中引用《雍城集仙录》的记载，贞元10年的3月3日，谢自然27岁转至金泉道场。那一天的天气和风景与众不同，明媚的就像天上的神仙都降临了人间。谢自然也说，今天天界的真人和众仙都聚集在这里了。在金泉道场，他开始了潜心修炼。周围除了有2只老虎，还有5只五颜六色的麒麟，其中1只紫色的特别有趣，白鬃白尾，而且特别好干净，还会用尾巴像扫帚一样的扫地。
还有2只青鸾飞来飞去。更神奇的是，这里经常有神仙拜访，送来仙界的美食和丹药。7月22号这天，谁来了呢？王母娘娘。王母娘娘骑着她的豪华飞机一只鸾鸟，身边的侍从们有长龙的，有骑鹤的，在五彩斑斓的云雾中缓缓降下。王母特意表示，她是来周中拜访仙人的。当她离开的时候，在一片云蒸霞蔚中消失。这个时候，周城里可热闹了，地方纷纷上报说，这里有彩虹跨越整个城市啊！第2天，刺史李坚忍不住去问谢自然。谢自然一笑说：“没错，仙界确实来访，你们这些凡人也算有福啦。”紫极宫道观中也发来报告说，长虹进入，我们都看见了。11月11号，谢自然正在净室里修炼，忽然有仙人来召唤，给了他一件华美无比的天衣。他把自己平时穿的衣服放在绳床上，换上了天衣，然后骑上麒麟飞升到天界。当他返回以后，再次换回他的旧衣，把天衣交给一只白鹤带走。虽然已经13年没吃过1粒米，但他却有着超乎寻常的能力，一天能走个千里800的，而且呢，还像个隐形一样，谁也看不见。在暗黑的夜里也能看得比猫头鹰还清楚。冬天不穿棉袄，夏天不摇扇子，想知道未来吉凶，问他准没错。不过呢，他性情严肃，口风极严，连父母也不轻易告诉，只有崇尚修道的李坚才有幸听他谈论一些神仙的趣事和道家玄妙的道理。他强调说，凡是诵经全在经心，不在变数多，奉道之人中途而退，受到的损失更多，不如原来就不会的人，千万谨慎啊。11月9号这天，谢自然到州里去向李坚告别，说这月中旬我一定要走了。这简直就是直播升天的预告啊！20号，金泉道场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仙女升天现场，人头攒动，有几千人围观。早上8、9点钟的时候，谢自然在金泉道场白日飞升。他的祖母周氏、母亲绪氏、妹妹谢自柔、弟子李生都听到了他诀别的话：勤恳修炼才能得道。不一会儿，五彩斑斓的云遮住了整个山头，同时仙乐和异香弥漫了整个空气。他脱下的衣物完整无缺地留在了绳床上，系的每一个结扣都像原来一样。还有谢自然飞升的时候，堂内东墙上写有52个字：寄予主人及诸眷属，但当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并诸善心，修立福田，清斋念道，100劫之后既有善缘，早会清源之香，寄予相见。这件震撼人心的事情啊，被李坚四川节度使韦高上奏给了唐德宗李氏。唐德宗下了一份诏书，名为《赤果州女道士谢自然白日飞升书》，褒奖赞美他。地方官员将诏书刻在了石碑上，使之能够流传后代。现在的四川省情网还收录了这份诏书。至于李坚，他写了一本关于谢自然事迹的小传，名为《东极真人传》。现在虽然已经失传了，但是在24史中的《新唐书》第65卷里还保留有这本书的目录和摘要。李坚还在金泉道场立了金泉道场碑，从头到尾叙述谢自然得道升天传记。谢自然白日飞升在当时轰动天下，但是也有人不高兴了。谁呢？比如唐宋8大家之首的韩愈，他比谢自然小1岁，那个时候他26岁，已经进士及第。8仙之一的韩湘子是他的侄孙。但是韩愈本人年轻的时候是不信神的，他听到谢自然成仙的时候，
气哼哼地写下了长达500字的五言古诗《谢自然诗》。韩愈并不在现场，所以没法否认千人围观的事实，也想不出当地官员有欺上瞒下的胆子，所以就阴阳怪气地把谢自然修炼的过程、场景、官员目睹、飞升如蝉蜕都写了一遍。但意思是说呀，反正我没看见，打死我也不相信。韩愈是一位固执的主，直到后来他的好侄孙韩湘子亲自给他显示神迹，才有所改变。我们曾经在另一个视频中讲过韩愈的故事。谢自然飞升之地南充的玉屏山上，还有他曾经居住的谢仙石室和白日飞升不须台等遗迹。白日飞升是旷古奇事，震惊朝野，波及后世。和他同属一个时代的诗状元施坚武为此特赋一首诗《谢自然升仙》，分明得到谢自然古来漫说诗解仙，如花年少一女子，身骑白鹤游青天。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